我和我男朋友要结婚了，什么都谈好了，彩礼是20万，但是我就提了一个特别小的要求，结婚后他的工资卡得交给我保管，他父母的也得交给我保管，还有就是他们家的房子得过户到我的名下。结果我男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婚不结了，我就不能理解了，就这么点要求过分吗？你这不是做黄粱美梦，你这典型的妄想症啊！你不像是来结婚的哦，你更像来抄家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多个城市的适龄单身女性数量已经突破100万，其中北京剩女数量最高，有223万，其次是上海，有209万。所谓的剩女，指的是中国的都市女性，她们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长相也是无可挑剔的。因为她们择偶要求比较高，导致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的归宿，而变成了高龄未婚女。从男性角度看，近几年中国经济不景气，越来越多男子因为婚姻成本太高、失业率高、对未来没有信心等原因，不想结婚生孩子。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统计数据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年龄就越晚，生育数量也就越少。根据中国社科院调查，女性文化程度每提高一档，平均初婚年龄就增加1岁。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发现大龄剩女的价值啊，就因为一个年龄而把好多女生都给否定掉了。那比如说我啊，那先不说我硕士学历，2房2车，之前工作年薪30万，我就说个最基本的，我聪明勤快能吃苦。如果我找了一个男人，他想搞事业，那我可以陪他一起去打江山。如果说他事业有成，我也可以在家里相夫教子啊。我本身掌握2门外语，我可以很好的去教育小孩子，而且这个我很勤快，我擅长做家务，但是我不太会做饭，这个我会学。就是我是觉得，虽然我年龄大，但是我的总体价值还可以吧。为什么没有人选我呢？像刚刚从亭子那边下来嘛，一个35岁的女博士，武大的博士哈，年收入100个左右，工作呢也都不错，在武汉呢车房都是有的。然后他在那边就看上了一个211的一个硕士的男生，这个男生呢在华为工作哈，比他小个1岁。那这个女生呢就非常想加这个男生的微信嘛，这个男生就说你别扫码了，咱俩不合适。但这个女博士就说，他说你看咱俩这学历也都相当，家境呢也都相当，工作也相当，我觉得挺合适的呀。这个男生就问他，那婚后的话我们结婚房子谁买呢？那个女生说那当然是男生买的，这个有什么疑问的吗？这个男生就笑了，他说你看嘛，你再优秀，你收入再高，你综合条件再好，那这个房子还是要我买。你看你平时工作也忙，我工作也很忙，那我们天天都在外面忙，你也算是个女强人类型吧，那我们怎么相处呢？我还是特别希望说找一个顾家的踏实的。第3个呢，他说真的不好意思，我觉得你年龄还是稍微有点大了，我还是考虑要生孩子这个问题的。所以说虽然木子姐不想说这个问题但是在这儿呢，这个年龄大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并不是说女生这个不好不优秀，也不是说那个男生很挑剔。我觉得2个人呢在择偶的这个方向上想法确实就是不一样嘛，并不是说你们自己觉得硬件条件相当，旗鼓相当就可以在一起。这位博主说，他一位好朋友上大学时是美女系花，在过去2年经常参加上海本地一些海归相亲交友的活动，但结果却是非常惨淡，就是因为他年龄有些大了，已经32岁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美女系花，难道也会因为30多岁就嫁不出去吗？那我告诉你，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上海的这种海归相亲交友活动，每次活动呢是10个男的搭配30女的。你虽然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本科，美国留学的硕士，但是现在这里面有很多女孩子，她本科就是什么英国UCL 什么 ALSE 美国什么哥大这种英美读本科的小姑娘，在这种活动里面特别抢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男的都不傻，他们都知道一个女孩子她能去英美读本科，定下来的话最便宜200万打底吧，说明怎么样？她家里呢一定不是那种很普通的工薪家庭，所以呢你会发现什么学历美貌在这里呢都不是稀缺资源，稀缺的资源就是什么？就是年龄。单位曾经的高富帅，年薪150万，93年的一个男的，就亲口对我说，但是我肯定是不会去娶30岁以上的女人的。我爸妈那么辛辛苦苦的在外地做生意给我在这个北外滩买了1000多万的一手房，我是找一个30多岁的大姐姐，我爸妈还等着抱2个孙子呢，她是2个小孩生完可能要40岁了，35岁以上就是高龄产妇，生命危险了。据彭博社报道表示，在北京从事婚礼策划行业的高女士表示，生意是一落千丈，她的婚礼公司去年大约只有100位客户，远低于2012年高峰时期近2000位的数字。这博主39岁，是博士学历，在一家大公司工作，
月薪8000块钱。她觉得自己没有经济实力去生养孩子。我到现在39岁还没有结婚的原因，其实是不敢去结婚。我是害怕结婚以后该怎么生活，该怎么去生孩子，靠我生靠我养嘛。我不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养活一个孩子，我没有这个自信。所以说如果家里没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我觉得一定不要去生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钱呢是寸步难行的，更何况培养孩子处处都是要花钱。如果没有经济，你生孩子那只是害他，对不对？因为他以后呢可能比你的条件更差，面临的人生呢可能会更糟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钱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好好培养孩子，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人生可能呢和我们一样，甚至可能会更糟糕。像小孩呢是从怀上就开始要花钱了，你每个月的产检啊随便要几万到生，对不对？然后生出来又有各种的花销，再说那个上幼儿园、学游泳、钢琴等等等等，反正都是用金钱堆积起来的。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里啊，说真的，以后一定会有很多女人根本嫁不出去。哎，你先别着急喷我，咱用事实说话。这些大龄剩女啊，普遍都有3大共性：第一，太挑了，这也看不上，那也不满意；第二呢，太傲了，自我感觉啊那叫一个美；第三就是情商基本为零。昨天晚上有2个单身会员来我们公司相亲见面，这个女生啊，88年，长相还算说得过去，但绝对没有她自我认为的那么出众。是编制内的老师，和一个82年的大哥相亲。这个大哥虽然离异了，可是条件还不错，年收入50-60万。俩人见完面以后，女生出来就立马给我们红娘反馈情况，张嘴就说没看上这大哥，说什么没眼缘，嫌人家年龄大，还离过婚，个子又矮，还念叨着说想当年20多岁的时候和那些富家子弟相亲啊，那可是随便挑，现在要找个这样的感觉太亏了，带出去都没面子，觉得自己还没有沦落到要找个离异自己又不喜欢年龄还那么大的对象。哎，我真想问问他，你到底是来相亲的还是来许愿的？你也不想想，一个年轻未婚年收入好几十万还让你看着有感觉的男人，人家会不会看上你呢？15岁女硕士看上30岁本科生小伙，连面都不见。这一过年，大家单身的都特别着急了。昨天晚上9点了，一个35岁女生发信息给我说：“哎，花姐，我在你圈里看上一个男生，你快帮我沟通一下吧。”我说：“我这还没到工作时间呢哈。”女生呢，今年是35岁，硕士，1.66米的身高，125斤，支付区本地人，父母都有退休。她呢，自己年薪也得20万，自己还有一套小公寓啊。她说父母今年特别着急，一直在催她。她在我圈里就看上一个30岁的男生，本科生，老家男生是威海的啊，身高1.78米，体重140斤，男生在国企工作，年薪差不多15到20个。女生说我都不嫌他学历低，而且他赚的也没我多，家也不是本地的。我虽然说35岁了，但我本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也减小。要不是家里催我啊，我也真的不会降低要求啊，是他高攀我了。那我就把女生的信息和照片发给男生了啊。男生说：“哎呀，花姐，十分感谢你的好意啊，我还是想找30岁以下的女生，我不在乎女生的学历，也不在乎她能赚多少的工资啊。”郑州剩女数量都已经突破100万大关，都说彩礼是婚姻的一道门槛。在郑州很多农村，彩礼多少居然还和年龄挂钩。25岁以下的姑娘呢，彩礼能有个6.8万；25岁到30岁就会降到3.8万啊。要是超过30岁，那彩礼更好说，更好商量。你会因为彩礼而分手吗？我的一个朋友跟他对象谈了5年，今年就想把结婚的事定下来，因为是要嫁到外地，也是想给自己的女儿多争取一些吧。我朋友的爸妈就想要18.8万的彩礼，但是男方父母觉得有点高了，只想给10万块。我朋友觉得，毕竟跟他对象处了5年，感情也一直都挺好的，就很努力去说服他的爸妈。他爸妈后来也妥协了，退一步讲15.8万也可以的。她男朋友也很努力的去做他爸妈的工作，但是男方父母坚持只能给10万块。现在两家因为这个事儿闹得挺不愉快的。其实这个钱她男朋友家肯定是能拿得出来的。现在我朋友就很难过，一边是谈了5年的感情，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觉得大部分的女孩子都不会单纯的因为彩礼而分手，但确实有很多谈了几年的感情，最后都是在彩礼上谈崩的。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如果是你们会怎么做呢？我有个江西的女朋友，她家里人问我要30万彩礼，
我为了娶她，我进厂打工，我1个月3800，我算了一下，一年可以存个1到2万块钱。后来我就在厂里干着，认识一个广东的女孩子，听说广东的彩礼只要3万就可以。哇，我的天呐，非常激动啊！从30万一直到3万就可以了。后来我打电话给我江西那个女朋友说，我3万娶了一个跟你质量是一样的老婆哦。哇，她听了，她说给我降价，她说20万，我说我这个3万哦，她说15万，我说我这个3万哦。后来她挂了电话。很多人问我，35岁了，这么大岁数还要彩礼吗？彩礼有多少？我们那边的彩礼是8到12，但如果这个人合适，其实给5万也可以。正常的话，最好还是不要低于8万吧。那如果这个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那我其实也是可以不要彩礼的。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我更看重的是这个人对我怎么样。其他的我觉得都好说。还有就是我爸妈是一个非常明事理的父母，他们也觉得彩礼这个事情不重要，他们也会觉得说彩礼过一下程序，过完程序的话，这个钱还是就给我了嘛，或者给男方。我从小我妈就跟我说彩礼不重要，咱重要的是看人，所以自古以来彩礼在我这儿也不是很重要的，所以大概就这个样子。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